鬼故事都听过吧？但是你见过鬼吗？你知道鬼长什么样子吗？是不是很奇怪啊？不管你是听这种传闻，或者是有一些经历者，你只要问这个鬼到底长什么样子，头有多大，穿多大码的鞋，这个高鼻梁低鼻梁，单眼皮双眼皮，没有人讲得清楚。顶多说有个黑乎乎的影子嘛，反正看了之后呢也看不清楚，不记得了。这个就很有意思。既然这么多人说看见了，那为什么看不清呢？为了破解这个谜题，我们不去翻路边摊的小说，而是去看看历史，看看前沿的这些研究，他们的成果是什么样的。首先我们要去回过头看看几千年前的人，他们见到了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最开始的鬼是活人。你说这怎么可能？这骗人的吧？不信我们看甲骨文。甲骨文的这个鬼字啊，上面是一个田，下面是一个跪着的人。考古学家研究了半天，这个田到底什么意思？原来它是一个木头面具。那为什么人要戴木头面具呢？原来啊，古人死后呢，亲人非常的悲伤，希望跟逝者交流，或者是交代一些事情，就发明了一种仪式，叫做诗。诗的意思呢，是请这个死者的亲属，一般是孙子，穿上爷爷生前的衣服，戴上这个木头面具，就坐在正中间，大家对他磕头敬酒。也就是说，孙子扮演了去世的爷爷，因为古代人讲啊，叫抱孙不抱子啊，所以鬼这个词呢，在当时它读归，回归的意思。你看那个时候的鬼，不过就是个活人戴着个面具，寄托大家的哀思。那你说那个时候鬼啊，就是个小孩假扮爷爷，这也不可怕呀？那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变化的开始是因为宗法制的崩溃。宗法制的核心啊是血缘，它规定呢，活着的人你必须要去祭祀死去的长辈，相当于你签一份合同。你活着的时候养长辈啊，你死之后你孙子呢，会戴上面具来扮演你，给你供饭穿衣。但是礼崩乐坏，开始大规模打仗了。这个人呢死在荒郊野外，宗族散了之后，没有人给他们戴面具供饭了。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个词叫厉。左传记载，公元前535年，郑国啊，伯友被杀，他没有后代祭祀，就化成厉鬼在城里杀人。这个时候开始啊，鬼的长相就变了。在几千年的长河当中，因为时代和人性的变迁，鬼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孩，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首先，社会不公给鬼穿上了一身红衣。怎么说呢？这个战国时期啊，礼崩乐坏，诸侯年年打仗，从礼法就变成了谁拳头大谁有理，普通人命如草芥。诸子百家当中的墨子写了一篇文章叫《冥鬼》，文章就记载呢，当时周宣王滥杀无辜，他杀害了一个叫做杜伯的大臣。杜伯没有犯错呀，所以他临死非常不甘心，说君王你杀我，我并无罪过，如果人死无知就算了，如果死后有知，不出3年，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后果。3年之后，周宣王会合诸侯，在莆田，就是今天河南的中牟西打猎。列车呢数百辆，随从数千人，这个漫山遍野。正午时分，杜伯突然出现，他乘白马素车，穿红衣红冠，持红弓红箭，追上周宣王，一箭射中他的心脏。宣王折断脊骨，倒在车中弓带上死去。杜伯这身打扮，你看白马素车，红衣红冠，古人眼里红色呀代表血光和刑罚，他变成了一个复仇的刺客。墨子里不只记了这一件案子啊，书里面还记了燕国的事。燕简公滥杀无辜，杀了一个叫庄子仪的大臣。庄子仪临死前也放了话，说这个死后不出3年，必让国君知道我的厉害。整整1年后，燕简公坐着车啊，走在一条叫做祖道的大路上，准备去祭祀。这个庄子仪突然就出现在路上，手里拿着一根红色的木棍，叫朱杖，当着燕国文武百官的面，一棍子把燕简公打死在车里。左传里面也记了，说这个齐襄公为了掩饰自己的丑事，找大将彭生当替罪羊，杀人灭口。后来齐襄公去沛地打猎，这个树林里突然窜出一头巨大野猪，随从一看，吓得大叫，说这是公子彭生。齐襄公非常生气啊，说彭生你敢跑出来见我，拿箭射他。这个野猪中箭之后，竟然像人一样直立站起来，像人一样啼哭。
这个齐襄公啊吓得魂飞魄散，从车上栽下来，摔断了腿，连鞋都跑掉了。没过多久，齐国呢发生内乱，齐襄公被人乱刀砍死。把这些先秦的古籍记录放在一起看呢，原来啊，当时的老百姓看着高高在上的国君诸侯啊乱杀人，阳间的官府和律法管不到你啊，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无处伸冤，于是就在笔记和传闻当中造出这么一批带着红色刑具的复仇者。你看历朝历代的笔记小说当中，含冤而死的人化成厉鬼，大多穿红衣，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成了弱者威慑强权的最后一招。阳间有刀，阴间有鬼，这个复仇鬼是那个年代老百姓心中啊唯一能够维持公道的武器啊。到了汉代，有人就看出了这个背后的门道呀。思想家王充写了一本《论衡》，在定鬼篇当中就提了几个质疑。你说这人死后精神变成鬼，这勉强也能说得通，但是这个鬼还穿着衣服就讲不通啊。你这衣服是丝线麻布织的，这人死了，这个衣服都烂了，你如果鬼跑出来乱跑，你怎么还穿着那身衣服呢？这王充就接着问说，世人见到的鬼，有的像老头，有的像小孩，你都跟死的时候一模一样，精神这个东西难道会跟着肉体还一起变老吗？王充进一步去观察这些生重病发高烧说胡话的人，这个病人醒了之后说见鬼了啊，有的说是看到鬼拿着绳子来捆自己，有的是说鬼拿着棍子要打自己，这看到了鬼全都是穿着古人的衣服，拿着古人的兵器。王充就在书里面写道，叫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须见，意思就是说啊，你人心里面害怕就会瞎想，想得多了眼睛里面就会产生虚幻的画面。王充据此就论断，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王充呢就拿生活当中的事打比方，说这个伯乐呀天天学着相马，你看什么东西呢都像马，庖丁解牛，3年之后看活牛，眼里面全是一块块这个切好的死牛肉。这人也一样，你病重怕死，心里面害怕呀，这个脑子当中想到谁，眼前呢就这个印出谁的模样，连带着他生前的衣服什么兵器都给他照搬过来。王充的意思是说，鬼不过是活人心里面的一面镜子。那再往后到了魏晋南北朝，这面镜子照出来的东西可就变了，这就是大饥荒，给鬼穿上了大肚子细脖子的衣服。中原大地啊，当时打了300年的仗，汉末黄巾起义，董卓进京烧了洛阳，曹操写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后面又是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几场大瘟疫加上常年混战，老百姓连树皮都吃光了。晋书里面写那个年代满篇都是义子相食，死者大半。晋惠帝时期遇上大荒，地方官上报老百姓没饭吃，只能挖草根吃观音土，最后活人吃死人，人吃人啊，活人最大的痛点成了恶。这个时候佛教传了进来，它带进了一个概念叫恶鬼。正法念处经当中有详细的描绘，说这个恶鬼呢，肚子胀得像一面大鼓，走起路来东倒西歪，脖子和嗓子眼啊细得像一根缝衣针，头发你往外冒火星。民间过中元节有一个暮年救母的传说，说这个暮年的母亲呢坠入恶鬼道，暮年看着母亲受苦啊，他发神通盛了一钵米饭送过去，结果这个米饭刚碰到嘴唇，立刻变成烧红的铁炭，一粒都吃不进肚子。这副长相和经历放在今天的太平年代看着是神话，但是放在那个饿死无数人的年代来看，实际上是写实啊。因为人在长期缺食物、严重营养不良的时候，身体会发生病变，肝脏衰竭，血液蛋白匮乏，大量的水分就漏进腹腔，形成严重的腹水，肚子呢就会胀得发亮，奇大无比，全身的肌肉为了活命被消耗干净，四肢和脖子瘦得皮包骨头。到了晚期，食道萎缩，连吞咽水的力气都没有了。古人不懂医学病理啊，他们看着周围的这些亲人乡亲一个个变成这个惨死的样子，于是就把这个模样穿到了鬼的身上。大肚子装的是乱世里面永远填不满的饥荒，细脖子是无论怎么挣扎也吃不上一口饭的绝望，
恶鬼的长相就是几百年战乱大饥荒留在老百姓当中去不掉的伤痛。一代代人这样传下来，它就成了一种警示，告诉活人吃不饱肚子的年代有多可怕。到了唐宋，科举制度让鬼也当上官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推行，国家就建立起了一套庞大严密的官僚体系，从县令、知府到六部九卿，文官体系像一张大网一样。这个老百姓抬起头，这个以前战乱时的军阀是消失了，但是眼前变成了一层一层的衙门。你去县衙办事，这个公文法律你是看不懂弄不清，办事小吏穿着差服拿着水火棍，老百姓要是打官司要盖红印章吧，制度就取代了暴力，更加隐蔽的在压迫老百姓。这个老百姓连反抗都找不到对象，所以这种无力感就直接投射到了阴间。宋代学者洪迈写了一本奇书叫《夷坚志》，书里面就收录了几千个当时民间的真实见闻。你看这本书啊，就会发现宋代的鬼它开始考编了。这个阳间有州府县衙，阴间呢就有城隍庙判官速报司，阳间有大理寺断案，阴间就有十殿阎罗，连办公架构都能对应上。这个夷坚志就记了阴间的办事流程，说这个鬼差呢出门抓人必须有合法手续。书里面写啊，有一个叫李某某的人病重，床前出现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呢，他们从怀里面掏出一块木牌，贴着一张纸，盖着阴间衙门的大红印章，这叫勾票，就是逮捕令，上面写着拘提某某归案。这个黑衣人呢就把锁链往李某脖子上一套，带他上路。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一座大城，城门上面写着某某城隍。进去一看，大殿上坐着穿官服的判官，底下呢书办和小吏正在翻看堆积如山的生死簿。这个判官呢就翻开卷宗，核对姓名籍贯，看了一回啊，皱起眉跟底下的鬼差说：抓错了，勾票上写的是城东的李某，你们把城西的给抓过来，文书抄错了。于是判官就拿起笔，在卷宗上大笔一挥盖上章，让鬼差呢把李某送回阳间。李某就醒了过来，出了一身冷汗，病就好了。这哪里是鬼都，不就是社会写照吗？活人的衙门会办错案，阴间的衙门也一样，还不仅有错案，这个阴间的鬼差还会索贿。这个被放回来的李某在回阳间的路上，两个黑衣鬼差呢开口要跑腿费，这个李某就答应回去给你们烧钱。这个宋代商品经济发达，阳间出现了纸币，比方说交子阴间他也认纸钱了。这个李某活过来呢，就赶紧买纸钱，在十字路口给他烧掉。活人在衙门里面打点差役，少挨几下板子。这个阴间鬼差你收了纸钱，路上也会放行啊。阳间有通货膨胀，家属给死人烧的纸钱数额也越来越大，动辄几万贯。这个宋代的读书人生前考科举考不上，死后呢也有了盼头民间流传很多文人这个死后被地府任命到各个地方当这个城隍爷和判官。阴间呢也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去处理公文这背后就藏着老百姓一个心愿，终极审判。你看在阳间，贪官污吏你靠关系掩盖罪行，这个富商大贾可以花钱买通官府。活人的这个律法当中好多漏洞，老百姓呢就把这种公平的这个期待就放在地府，说这个阴间的判官手里面有账本你生前做过的好事坏事全记在上面，等你死后上了大殿，一笔一笔给你清算。这个欺压良善的下油锅，贪赃枉法的进刀山，你们谁都跑不掉。唐宋时期的官僚鬼是老百姓给自己造出来的一座公平正义的法院到了明清，封建礼教给鬼穿上了柔弱女子的衣服。当时社会规矩森严社会上就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特别是人的情欲，那是要严防死守的。女人要裹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当时就讲究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女人如果死了丈夫，要守寡一辈子，甚至绝食殉夫。地方官就会上报朝廷，给你立一个牌坊。清代的地方志当中记录在册的劫富烈女超过了100万人。活人结婚那全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多夫妻都是到洞房花烛夜掀开盖头才第一次看到对方长什么样子。自由恋爱那是大逆不道呀，
要被家族绑起来陈堂的。读书人也好不到哪去，因为科举制度彻底僵化了，全考八股文，你不要想去搞什么创新发挥。在这样死气沉沉的环境当中啊，鬼的样子也随之变化。蒲松龄在山东乡下就写了一本《聊斋志异》，他自己考了一辈子科举，71岁才补了个岁贡生，他看透了礼教规矩。所以这本书当中的鬼登场的主角变成了一个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啊，比方说聂小倩、莲香，这些女鬼狐仙长着好看的脸，住在半夜的荒庙中或者废弃的园林当中，皮肤惨白，穿着素色的衣服。你看他们做的事情放在当时的社会当中，那都是死罪啊。比方说半夜主动跑去敲响陌生书生的房门，聂小倩跑到宁采臣的房间，毫不掩饰情意，还敢去倒贴，敢追求自己看上的男人。他们懂风月，极具才华。明清社会要教导女人叫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聊斋当中的女鬼那是陪着书生在月下吟诗作画，诗词歌赋啊，能帮书生修改八股文。他们跟男人在精神上是平起平坐的。更厉害的是，他们敢反抗权威。这个聂小倩被阴间的老妖婆控制，逼她去害人。你看电影当中，她冒风险联合这个宁采臣和燕赤霞，把老妖婆给反杀了。你看《聊斋》当中的狐妖英灵，明清礼教要求女人是笑不露齿啊。英灵但是一个非常爱笑的丫头，她天天跑到树上摘花，看到陌生男人大笑不止，长辈骂她，她根本就不听，依然笑得前仰后合。这放到今天就是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但是在那个时代不允许。这些女鬼和狐妖的长相做派，就是对明清礼教的一场报复啊！无处安放的情欲，对自由的渴望，既然活人世界不允许，那就干脆借着鬼的躯壳，在半夜的小说文字当中让它活过来。活人不敢做的事，鬼替活人做；活人不敢爱的人，鬼替活人爱；活人不敢反抗的规矩，鬼替活人去反抗。哎呀，把这几千年的历史连起来看，鬼就是一个个时代的人心啊。战国的老百姓把愤怒扔进去，鬼就长出了洪弓洪箭；魏晋的老百姓把饥饿恐惧扔进去，鬼就长出了细如针的咽喉；唐宋的老百姓把焦虑扔进去，鬼就穿上了宫门的官服；明清的老百姓把情欲扔进去，鬼就变成了多情大胆的女鬼。鬼似乎成了几千年来人们内心被压抑情绪的一种收纳空间，存进了华人的集体记忆当中。但有个问题，既然鬼只是古人内心的投射，为什么到了今天还有那么多人说会在现实当中看见撞见？有人眼睛说余光看到了灰色鬼影，有人说半夜鬼压床动不了了，都是幻觉吗？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人类前沿的研究探索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得从我们人体这部机器的硬件开始说起。我们人类的感官是有 bug 的。上个世纪90年代，英国有一个搞工程研究的人叫维克坦迪，他呢在一家医疗设备的实验室上班。这个实验室啊是在一栋老建筑当中，平时呢总出怪事。晚班的清洁工就经常抱怨说，这个走廊尽头总感觉有人盯着，打扫卫生的时候背后呢会忽然冒出一股凉气，有时候还能看到灰蒙蒙的影子飘过去，好几个员工吓得是不干了。坦迪呢是个搞物理和工程的技术人员，他是不信这些民间传说的。那有一天晚上，他就一个人留在实验室加班写报告，四周静悄悄的。写着写着，这个坦迪就觉得不太对劲啊，开始冒冷汗，心里发慌，后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这是人啊在遇到危险时候的本能反应。就在这个时候，他眼睛的左侧余光当中出现了一个灰色的轮廓，模模糊糊，没有五官，没有衣服，就像一个人站在他的视野盲区的边缘。这个坦迪一惊，猛地转过头去盯着那个角落，影子没有了，墙边空空荡荡。他觉得是错觉吗？就转过身继续工作。没过一会，那个灰影又在眼角余光冒了出来，就悬在那个地方。哇，这个怀疑半人吓坏，跑路了吧？坦迪非常有勇气，他决定要查清楚。
第二天呢，正好坦迪带了一把击剑用的长剑，因为他平时喜欢练击剑啊。这个剑坏了呢，他就带到实验室当中呢，打算去修它。他把剑柄呢夹在工作台的老虎钳上，拧上螺丝，这个怪事就发生了。这个剑的剑尖呢开始自己上下抖动，而且越抖幅度越大。实验室门窗紧闭，一点风都没有，也没有人碰桌子呀。坦迪就立刻意识到，这个是由某一种震动带动了常见的共振。他就拿来了声学的测试仪器，在实验室当中到处走，到处测。最后在走廊的尽头发现了一个新装的排风扇。这个排风扇在日夜不停地运转，转动的时候呢，扇叶发出了低频声波。于是坦迪就测出了这个声波的频率是 18.98 赫兹。这种次声波呀，人耳听不见，但人的身体能感受到。在大自然里面，地震前夕这种地壳的摩擦、海啸的起风都会产生次声波。大象在草原上几公里之外的交流用的也是次声波。你像老虎在准备扑杀猎物前发出一声低吼，里面就夹杂着18赫兹左右的次声波，这种波能够让猎物浑身发软。美国航天局做过一项详细的测试，人体的各个器官呀、胃呀、肝呀、心脏啊都有自己的共振频率。航天局就发现人类眼球的共振频率大概就是18赫兹左右。于是坦迪的实验室破案了。那台排风扇发出的 18.98 赫兹的次声波正好是他眼球的共振点，他的眼睛跟着低频声波产生了微小的颤动。人的眼球结构很特别，视网膜的正中间的黄斑区啊，负责看清颜色和细节，而视网膜的边缘区域没有色彩分辨能力，只负责感受动作和光影。边缘区域对风吹草动反应极快，但是它看东西是模糊的。这个眼球一颤动呢，视网膜边缘的视觉信号就发生了错乱，大脑的视觉处理系统把这种异常的颤动就错误地翻译成了一个在眼角边缘晃动的灰色残影。坦迪转过头，他视网膜正中央的那个黄斑区去聚焦位置的时候，黄斑区的分辨率高，立刻就识破错觉，于是影子就消失。你头转回来用余光再看，跟着颤动的盲区又冒出黑影。这就是老宅子、废墟、荒郊野外容易见鬼的真相。原来如此。那鬼压床呢？或者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当中，忽然感到身后站着个人，这个呢也是人体的硬件 bug 吗？不对，这一次轮到我们大脑处理的信息系统出问题了。80年代啊，有一个叫做迈克尔·波辛格的脑神经科学家做的一个邪门的实验。他拿了一个玩雪地摩托的这种头盔，在头盔两侧呢装上电磁铁。这个玩意在后来的科学界被称为叫上帝头盔。波辛格呢找了一批志愿者，让他们戴上头盔，坐进一个隔音的全黑的密闭房间里面，把眼睛闭上。他在外面就打开开关，用这种微弱的不断变化的磁场去刺激志愿者大脑的特定部位。这个部位呢叫做颞顶交界处。我们人啊知道自己的手放在什么地方，自己的身体在什么位置，就是靠大脑当中的这个区域，负责把全身上下传来的这种视觉、听觉、触觉拼在一起，拼成一个完整的我。那么波辛格就用磁场去干扰这个区域，坐在黑屋子当中的志愿者纷纷出现离奇反应。有人吓得大叫，说感觉有个人贴在自己的后背；有人说胸口发闷，感觉有东西压在自己的身上，喘不过气来，拼命挣扎也动不了。还有人当场痛哭流涕，说感觉到自己死去多年的亲人就站在自己的椅子边看着自己。实验室里面只有他们自己啊，但磁场一开，全见鬼了。这个波辛格就停下仪器，分析大脑的运行数据。他发现了人体系统层面的一个 bug。这个人的大脑呢，分左右两个半球，平时呢，左右脑不停地交换信息，配合默契，而磁场干扰了颞顶交界处。左右脑的通讯网络出现了延迟，它慢了0点几秒。右脑啊感受到身体的某个动作或者某一种情绪，它会把信号发过去。那么左脑负责处理逻辑和自我认知，左脑接到信号，但是时间轴对不上，于是左脑就认不出这个信号是自己的身体发出的。而我们的大脑的系统逻辑又很死板，它就判定，如果在我的空间中出现了一个不属于我的感官信号，那只能说明什么？在这个房间中还有另外一个人。
原来如此。于是这些实验者就看到了奇奇怪怪的鬼影。那再进一步的和看过听过的这些鬼怪故事一结合，鬼就出现了。像现实生活当中，普通人遇到连续的熬夜，非常的疲惫，生重病，或者在半梦半醒之间，大脑的神经递质同样也会出现紊乱，左右脑的通讯也会慢半拍。像睡眠当中进入快速的眼动期，大脑为了保护人不在梦中乱动受伤，会切断对肌肉的控制信号，让身体处于瘫痪状态。如果这个时候碰巧人的大脑苏醒了，意识恢复了，但是身体没跟上，于是你睁开眼睛想动动不了，你感觉到胸口被东西压着，就开始恐慌。这个时候慢了半拍的大脑系统开始要处理这种被压着的这种恐慌感，就把它解释为被鬼压床了。也就是说，大脑把我们身体的一部分的感觉给它剥离出去，扔到了半空当中，变成了一个正在凝视你的陌生人。这是人类操作系统上的缺陷。还不够啊，有人有时候就是能看到角落里面有一个有模有样的黑影，甚至还能看到他穿的衣服，甚至披着头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现代认知科学有一个学者叫唐纳德·霍夫曼，他研究了几十年，就搞清楚一件事情：这个人的脑子根本就不是一种像照相机一样的东西。你看照相机它是真实的还原外面的这些景色、石头光线等等，但是脑子不会，脑子是一个懒惰的要节省资源的工具。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人的祖先在野外生活，你像天一黑，树丛当中哗啦哗啦的一响，晃过一个影子，你要停下来仔细分辨这个是风吹树叶还是老虎的花纹。等你看清楚细节，你早就被老虎吃掉了。活下来的人一看到模糊的轮廓，听到不对劲的这种声音，脑子不会去分辨这些细节，直接先给你拉响警报，先跑了再说。霍夫曼就拿自然界打了一个比方，有一种甲虫叫做吉丁虫，雄虫呢要找雌虫繁衍后代，雌虫的背上呢有闪亮的棕色花纹。后来有人就往野外扔了一些有棕色纹路的这种空啤酒瓶，结果雄虫全跑去趴在这个啤酒瓶上面，太阳把这个玻璃瓶烤得滚烫，这个雄虫抱着这个啤酒瓶就是不撒手，能被活活烤死。因为在吉丁虫的脑海当中，闪光的棕色花纹等于配偶，它不管你是不是玻璃瓶，我就认这个特征。而人的脑子也是一样，他只相信自己的经验。你像一个人走夜路两眼一摸黑，周围当中连一个路灯都没有，风一吹这个心里面发毛，恐惧感一冒头，于是脑子当中接到信号，这个地方危险。这个时候正好如果再有点低频声波扫过来，视网膜的边缘就会闪过一团灰影，加上人再一疲惫，这个左右脑又没有跟上，后背就开始产生一股凉气脑子的保命机制就要瞬间发力，它要在0点几秒就要弄出一个危险的目标，让你产生恐慌，赶紧跑。他去什么地方找素材来拼凑这个目标呢？他就翻着几千年积累下来的那些关于鬼的文化记忆。所以所有人见到的鬼永远看不清脸，永远没有具体的五官和谐嘛。所以生长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区域的这些人，他们见到的鬼长得都不一样。谜底就在这里，大脑这个机制初衷只是让人警惕赶紧跑，它是个预警标志。你要看清一张脸看清单双眼皮看清衣服上的花纹，需要调动很多的资源去描绘的。生死关头，大脑才不舍得浪费这个资源呢。有一个黑乎乎的轮廓，披个头3个发，把你吓跑就行了。天机不过如此，但又妙不可言。那我们普通人呢，在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我就是好怕鬼，我该如何安顿我们的心呢？鲁迅在文章当中写过一段经历，他在老家绍兴夜里面走过一片荒地，这个路边全是半截的墓碑。这个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前面的这个坟地里面站着一个白乎乎的影子。鲁迅心里面发毛但是他很勇敢，停下脚步盯着那个白影看了一会之后呢，他走上前去，抬起脚朝着白影狠狠踹了一脚。这个白影哎呦叫了一声，倒在地上，一看原来是个盗墓的贼，半夜穿这个白衣服在挖坟。这个鲁迅后来就感慨，鬼这种东西，你怕他不敢看他，他就在暗处吓唬你，你大着胆子走过去踹他一脚，他就变成了人。鲁迅的智慧就是在遇上害怕的时候，不要忙着去逃跑，
那这里面我提供一个心理学上应对的法门，这个是荣格提出来的，叫积极想象，也叫处理阴影。荣格认为呢，人心里面压抑的委屈和创伤呀，不会凭空消失，他们会沉进潜意识当中变成阴影。而夜深人静啊，心理防御减弱，那么阴影就披上了古人传下来的画皮，变成了黑影站在床头。而处理的方式呢，就2步，叫抽离加对话。比方说半夜醒来，角落里面恍恍惚惚有个影子，哎呀，这心里发毛，好害怕。这个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在你的脑海意象当中给他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你不用害怕逃跑，你在心里面就走上前去啊，在意念当中啊，你看着他，他根本就没有伤害你的本事，他只是你心里面那些压抑的没有办法说出口的情节，有可能是老人生前没有尽孝的愧疚，有可能是在社会上受的一些委屈，或者一个人长期生活的孤独，而这个黑影其实就是那个破碎的没人心疼的你自己。你在心里面走到他面前，仔细去看他的样子，他穿红衣服，那可能是你受了窝囊气，心里面很愤怒。他大肚子细脖子，有可能是你对挣不到钱吃不上饭的一种恐慌。他浑身漆黑，有可能是你缺少关注和爱的一种绝望。你看清他的打扮，你就看透自己的伤疤。最关键的一步是要跟他对话，你在意象当中就看着他，你就问一句，你半夜跑出来，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可以听他诉苦。如果他不说话，你甚至如果有勇气的话，你可以尝试在意象当中去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面去感受，去倾诉说你到底想说什么，然后再回到自己的身体这个角色当中，你看着他，在心里面跟他说，我看见你了，我知道你是委屈了，去回应他，你就会发现他会一点一点的瘪下去散掉，最后就变回你内心当中的一声叹息。原来鬼不过是没有照亮的人心，当你的关注照亮了他，他就从一团迷雾变成了阳光有力量的人。这里是牧羊奇谈，如果今天的视频让你有所触动，想到一些经历，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如果你的身边有家人朋友害怕走夜路一个人睡觉，你可以把这期内容传递给他，帮助他消融内心的恐惧。如果你喜欢，也欢迎订阅，我们一起走在阳光下，用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我们下期再见。